10年了，云儿，念念，我回来了。店主，车已备好，是否通知云城市守及驻军统领前来接驾？不必，我是回来当丈夫、当父亲的。天罡，你带人隐于暗处即可。是。救我！谁能救救我？小眼种，别嚷嚷，不然就再让你吃点苦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哪儿来的乞丐？滚远点儿，别脏了吴少爷的地界。这里是秦家，为什么挂着吴家的牌子？我妻子苏韵呢？秦家那是10年前就死绝了的晦气家族，早被吴家吞并了。至于苏韵，说她在哪里？苏韵在吴家旗下的会所刷厕所，她女儿被关在后院当人质。念念，叔叔，别打我！念念没偷吃，念念可以学狗叫。我。不怕，念念不怕，我是爸爸，爸爸回来了。天罡，属下在。传我明皇令，调动北境第1军团，即刻空降云城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。给我查，是谁害我妻女？我要这云城血债血偿。什么？明皇令！快备车，联系驻军，全部出动。是。奉明皇令，全城封锁，至今不出。谁敢砸我吴家的场子？保安呢？小子，敢在吴少地盘撒野，你找死！吴天豪是哪个？我就是。你是什么人？吴天豪，很好，我是念念的爸爸。你就是那个劳改犯！你看到你女儿在狗笼里的样子了吗？是不是很精彩？本来想给你一个痛快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你别乱来，这是法治社会。我爸是云城商会会长，你敢动我们，整个云城商圈都不会放过你。舅舅，快带兵来云顶天宫，有人要弄我！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行凶，给我立刻抱头跪下，否则就地击毙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明皇令！舅舅，你干什么？快开枪打死他！他就是个劳改犯！云城驻军副统领李虎拜见明皇大人。明皇，那个北境的活阎王！完了，我们死定了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是假令牌，他在演戏！快杀了他！你的外甥说我是废物，还说要杀了我。李副统领，
你怎么看？混账东西！你想害死我吗？居然敢侮辱明皇大人！舅舅，明皇大人，是我管教无方，求您看在我驻守云城多年的份上，饶我不死。嘘，小点声，我女儿在睡觉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这里交给你清理。至于吴天豪，给他留口气，别让他死太快。现在我要去帝豪会所找我的妻子。快点刷，磨蹭什么？今晚刷不完这一层的厕所，你就别想吃饭。对不起，红姐，我马上就好。虽然脸毁了，但身段还是不错。来，别刷马桶了，陪哥几个喝一杯。别碰我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念念，妈妈对不起你。你是谁？敢坏我的好事？你知不知道我和黑龙会的虎哥是兄弟？聒噪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跪着别动，敢动一下，死！我会刷干净的，求求你，别扣我工钱，念念还没吃饭。云儿，是我。不要干我，你认错人了。我是君临，从今往后，谁再敢让你受一点委屈，我就要这天下众生给你陪葬。敢在帝豪闹事儿，我腻歪了。君临，快跑，是黑龙帮的人。云儿，闭上眼。今晚这云城的地下世界该换个主子了。小子，身手不错，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？3秒钟，不想死的滚！听见没？他让我滚！在这云城，还没人敢这么跟我刀疤流说话。1、2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一群蝼蚁！内劲外放，宗师，宗师饶命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谁指使你们这么对苏韵的？是吴家，还有苏家。留你一条狗命，去给你的主子带个话，告诉苏家那群老不死的，明天就是苏家老太太的70大寿，我会亲自登门祝寿。这份寿礼将会是他们这辈子收到的最后一份礼物。是，多谢尊师饶命。月儿可以睁眼了。老婆，我们回家。念念，你一定要撑住。明皇大人，小姐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念，严重营养不良，多处软组织挫伤，轻微脑震荡。还有，小姐的血液里被检测出一种名为血煞毒的慢性毒素，这是一种用来炼药的毒瘾。谁干的？是苏家。苏家为了讨好药王谷，换取那个能够让人延年益寿的丹药名额，把小姐给卖了。好一个苏家，好一个药王谷！通知北境，把龙牙重炮师给我拉过来。明日寿宴，我要让苏家
变成坟场。苏老太太，那个小丫头片子准备好了吗？我父亲的寿辰可等不得。少谷主放心，那丫头片子就在医院躺着呢，跑不了。只是咱们之前说好的那延年益寿的丹药名额，事成之后，自然少不了你们苏家的好处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今天是苏老太太70大寿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，滚出去！何人在外喧哗？大胆狂徒，竟敢在我苏家寿宴上闹事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看看你都干了什么！天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这是在污蔑！污蔑苏韵，你的亲孙女，10年来在云城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，你心知肚明。她被毁容，被欺凌，差点在厕所里自杀。而念念，你的亲外曾孙女，被你们下毒当药引养着。你告诉我这是污蔑。今天我便找你苏家讨个公道。有趣，有趣，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明皇，10年前失踪的秦家废物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不过，就凭你一个人，也想在药王谷面前撒野？药王谷很好，你们用我女儿的血炼药，今天就用你们的命来还！王王，一个被家族抛弃的废物，也敢口出狂言！给我上，把他剁成肉酱！你究竟是什么怪物？挡我者，禀明皇，北境龙牙重炮师已就位，随时可以开火。苏家以亲孙女为奴，以亲外曾孙女为药引，勾结药王谷，意图害命。今日我以明皇之名宣判苏家满门，罪无可赦。君临，我是你奶奶啊！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求求你饶了苏家吧！现在想起来是奶奶了，晚了。动手！明皇大人饶命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求您看在我药王谷的份上，饶我一命。药王谷，放心，很快他们就会下去陪你的。给我3天时间，我不仅要让你恢复容貌，还要让你比以前更美。真的吗？店主，前2位药材都找到了，但是最后1位千年冰蝉出了点问题。说，千年冰蝉的价格本来已经谈好了，但就在刚才，济世堂突然反悔，说不卖了。不卖，是钱不够？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云城商会会长钱万三放话，谁敢卖药给秦家，就是跟整个云城商界为敌。现在不仅是药材，就连秦宅的水电、物资供应都被他们切断了。钱万三，好名字。可惜，即使有万贯家财，也买不回他的命。既然他们不想做生意，那就别做了。钱会长，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有点冒险啊？那个秦君临可是把苏家都灭了。怕什么？苏家那是蠢，跟那种莽夫硬碰硬。咱们是文明人，玩的是资本，是人脉。他秦君临再能打，能打得过钱吗？
能打得过整个云城的经济命脉吗？就是一个莽夫而已，也就是拳头硬点儿。对，想在云城立足，不拜咱们的码头怎么行？听说他还要买1000年冰铲给那个毁容老婆治脸，做梦去吧！各位聊得很开心啊。秦君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私闯私人领地！保安呐！别喊了，楼下的100个保镖已经睡觉了。秦君临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明天云城的股市就会崩盘，全城的物价都会飞涨，到时候上面怪罪下来，你10个脑袋也不够砍。威胁我？我这辈子最讨厌2件事：第一，欺负我的女人；第二，拿钱压我。既然你这么喜欢玩经济战，那我们就玩玩。1分钟，我要让他们破产。是。1分钟让我们破产，你知道我们这几家公司加起来市值多少吗？喂，董事长，不好了！就在刚才，有一股神秘的万亿级资金突然做空我们的股票，我们的股价已经跌停了。刚才谁说要让我买不到药？明皇大人，我错了。1000年冰铲，我送给您，求您放我一条生路。早这么懂事，何必倾家荡产呢？秦爷，秦祖宗宗，我错了，我也是受人指使啊，是省城赵家让我这么干的。省城赵家，天罡，通知下去，从今天起成立明皇商会，云城所有产业全部重新洗牌。至于这群人，既然这么喜欢钱，那就让他们去街上乞讨。云城那边失败了，废物！秦君临，看来得请暗网的人出手了。宁，君临，真的能行吗？把手拿开，行。忍着点儿，这是生机焕肤。这是我。不，这是我的女王。君临，别怕，只不过是一只不知死活的蚊子，我去拍死它。怎么回事？没打中。你在找谁？你怎么上来的？你怎么上来的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打搅我老婆照镜子？这就是暗网前100的实力，太弱了。你知道我是暗网的人，既然知道，你就该明白，杀了我也没用。任务一旦发布，不死不休。
如果你敢动我，整个暗网的杀手都不会放过你！暗网，一群藏在下水道里的老鼠。狂妄！你根本不知道暗网背后的能量。这次雇佣我的金主出了1个亿，你的人头现在可是香饽饽。1个亿？既然你这么迷信暗网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你所谓的信仰，在真神面前是多么可笑。你也是会员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？黑客攻击？不对，快看那个 ID， 是他，那个让12国战神跪地求饶的男人。快，切断所有针对大夏云城的任务，立刻，马上！看完了，现在还需要我动手吗？明皇饶命！明皇饶命啊！我有眼无珠，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下辈子接单前先擦亮眼睛。店主，省城赵家竟然敢悬赏买您的命，需不需要属下带人去省城灭了赵家？不急，300亿被冻结，这笔钱对赵家来说也是伤筋动骨吧。传令下去，让北境情报网全开，我要赵家每一个人的详细资料。妈妈好漂亮，像仙女一样。咱们念念也是小仙女，走，爸爸妈妈送你去上学。爸爸，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说念念是野种，还有老师也不喜欢念念，总是罚念念站墙角。那是以前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世上没人敢不喜欢念念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要饭去别处要，这可是星空国际，弄脏了地砖，你赔得起吗？我带女儿来入学。入学？有推荐信吗？验资了吗？开个破吉普也敢来这儿？赶紧滚！别挡着后面张太太的路。怎么回事啊？一股穷酸气熏着我儿子了！别，哪里来的小乞丐，身上一股馊味？是，张太太教训的是，我这就把这俩穷鬼轰走。你敢打人，反了天了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老公可是校董会成员。田刚，查一下这个星空国际是谁的产业，10分钟内我要他改姓秦。笑死人了！大家快听听，这穷鬼说要买下星空国际。星空国际市值几10亿，背景更是通天，据说是省城赵家的产业。这人怕是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吧？打了保安还得罪了张太太，这父女俩今天要横着出去了。谁呀？不懂规矩吗？办入学，4年级。入学满了，没名额。满了？废话，你知道外面排队的人有多少吗？想插班可以啊，赞助费500万。500万？这学校是用金子做的？没钱，别在这儿碍眼，赶紧滚！10分钟，给我把这所学校买下来。秦君临，我劝你还是……王主任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就是这个野蛮人在门口打了保安，还恐吓我儿子。哎呦，张太太，您消消气儿，这人是个疯子，好小子！保安队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略，小乞丐，这就是得罪本少爷的下场，把你抓去喂狗。 10分钟，到了。到了又怎么样？
你还能变出花来？给我上！打残了算我的！王德发，你个混蛋！就在刚才，学校被北京的一家神秘资本全资收购了，对方指名道姓让你滚蛋。现在有名额了吗？王主任，你干什么？你给这个穷货跪下干什么？秦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是狗眼看人低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一条生路吧。爸爸，他为什么磕头呀？因为他做错了事，做错事就要受罚，这是规矩。刚才是谁说要把我女儿抓去喂狗？妈妈，我要回家，我要让爸爸杀了他。姓秦的，你别以为买通了王主任就能怎么样，这里是云城，你敢动我儿子一下试试？试试。你儿子只有10岁，就能随口说出把人喂狗这种话，这叫家教不严。既然你不会教，我来替你教。带着你的废物儿子滚！从今天起，星空国际不收垃圾。你等着，我老公马上就带人来，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随时恭候。店主，收购手续已经完成，这是新的校长任命书以及念念小姐的入学档案。把他拖出去，查查这些年贪了多少，少1分钱，剁1根手指。不要啊！小公主，这是天罡叔叔送你的见面礼，看看喜不喜欢。收下吧。谢谢天罡叔叔。天罡，安排最好的老师单独辅导念念，他的进度落下太多，我不希望他有压力。明白。我已经从京都调来了最好的特级教师团队，专门为小姐服务。爸爸，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？那个胖阿姨说她老公很厉害。念念，你要记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人比爸爸更厉害。去上课吧，爸爸就外面等你。出来吧，跟了一路了，不累吗？不愧是明皇，感知果然敏锐。那个女娃娃的血闻起来真的很香啊！要是能吸干她的血，老夫的化血神功定能大成。你是赵家的人，此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。太弱了。没人了吗？派这种垃圾来送死。说，谁让你来的？是赵家，他们知道你女儿在这儿上学，想绑架她，逼你交出驻颜丹药方。想动我女儿？天罡，属下在。把这只垃圾处理干净，别吓到孩子。另外，通知省城那边，我会给赵家送一份回礼。哼，毒蝎那个废物，连个药方都拿不回来。不过无所谓了，毒手药王亲自出马，今晚必定能把那个小丫头抓回来。到时候，我看那姓秦的还怎么狂。谁？没规矩！赵家主，这份礼物喜欢吗？你是秦君临？既然伸手，就要做好被剁手的准备。我会亲自去省城，跟你一笔一笔算清楚。疯子，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来人，快来人！给我把所有供奉都叫过来，联系武道协会，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他！爸爸，今天的老师好好哦，没人欺负念念，食堂的饭也好吃。那就好。
以后每一天都会这么好。走，回家。妈妈做了红烧肉。大人，怎么了？快开车，离他远点儿！立刻，马上！去哪儿？出城，回京都。情报有误，他绝不是什么普通的气少。告诉家主，千万别轻举妄动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花？没，就是觉得像做梦一样。先吃饭，吃完饭把那些旧衣服都扔了。明天我带你去买新的。不用了，我的衣服还能穿，而且你的钱还得留着给念念上学。听话，你是我秦云林的老婆，我不求你母仪天下，但至少这云城没人有资格比你穿得好。两位随便看，别弄脏了，摸坏了你们赔不起。哟，这不是昔日校花苏韵吗？毁容后不用刷马桶，跑来蹭空调了。包的跟粽子似的，估计脸烂的不敢见人吧。刘燕，你这同学口味挺重啊，跟着个劳改犯。装什么？让我看看你现在的丑样！仙女啊，美女，我是大老板，跟哥哥走吧。咦，你的脏手，不想要可以捐给火葬场。我的手！谁干的？当季新款弄脏了，赔50万！拿不出钱，今天别想走。老婆，喜欢这家店的衣服吗？挺好看的，就是太贵。天罡，我在万象城，1分钟内把这家商场买下来。我老婆看过的衣服，全打包。买下几十亿的万象城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你要是能买下万象城，我把这些衣服吃了。计时开始，希望你的胃口和你的嘴巴一样大。紧急通告！万象城已易主，新任董事长秦先生正在3楼女装部视察，所有高管立刻前往贵营，立刻！这怎么可能？店主，万象城收购完毕，合同在此，请过目。刚才他说，如果我买下这里，他就把衣服吃了。吃吧，别让我们店主久等。求求你，饶了我吧！老同学，刚才你说苏韵是扫厕所的？我错了，秦爷，是我看走眼了。苏韵那么美，怎么可能扫厕所？秦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是畜生，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太吵了，天罡，这里交给你了。走吧，老婆，这里空气不好，换一家买。这2个人嘴太臭，拔光他们的牙。店主，前湾3那只老鼠刚才去了城北的废弃工厂，见了武协的雷千珏。雷千珏放话，明日午时要提着您的脑袋祭旗。祭旗，正好。明日，让天罡热下身。秦君临小儿，滚出来受死！爸爸，念念乖，回房间去。爸爸在打扫卫生，有点吵。我不喜欢别人声音太大，更不喜欢
有人砸我家的门。狂妄！老夫今日就要用这双铁砂掌拍碎你全身骨头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卑！哼！秦君临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雷大师可是能手蹲虎豹的高人，你那几个手下呢？怎么不出来叫唤了？对付你们这种垃圾，还不需要店主出手。老东西，刚才那扇门200万，你是现金还是刷卡？找死！哼！啊！你是外进，不，你是横脸宗师。哼，宗师那种垃圾境界也配形容老子？店主，处理干净吗？这只老狗打包送去省城武协，告诉他们，如果不服，尽可来战。至于钱万三，听说他很喜欢钱，那就给他肚子里塞满硬币，让他满身铜臭的走。不要！明皇饶命啊！赵家，既然你们想把事情闹大，那我就陪你们玩把大的。天上，传明皇令，调北境第一重装师向省城方向演习推进300公里，炮口对准赵家祖宅。秦君临居然敢在我赵家祖宅上动土！这是要断我赵家的龙脉呀！家主，供奉团已经集结完毕，另外武道协会那边也答应出手，但是武协说，如果对方真是明皇，这点人恐怕不够。放屁！什么狗屁明皇？大夏只有4方战神，哪来的什么明皇？喂，是吴督察吗？有人私自调动非法武装，扬言要造反，求您调动江南省战部，立刻镇压。私调武装，反了天了！本督察这就带雷霆特战队前往云城。他有一个女儿，名叫灰姑娘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立刻放下武器，双手抱头走出来，否则格杀勿论。爸爸，是坏人吗？不是坏人，是一群迷路的小丑。秦君临，滚出来！吴督察在此，你还敢负隅顽抗吗？吵什么吵？没看见我家店主在哄孩子睡觉吗？放肆！我是江南省战部督察吴康，我现在怀疑你们涉嫌恐怖活动，立刻让秦君临滚出来受缚。哼，督察，就凭你这芝麻绿豆大的官儿，也配让我家店主出来？捡起来，看看。我是江南省战部督察吴康，我现在怀疑你们涉嫌恐怖活动，立刻让秦君临滚出来受缚。哼，督察，就凭你这芝麻绿豆大的官儿，也配让我家店主出来？捡起来，看看。你到底是谁？北境第一军团长，代号天罡。不知战神驾到，下官死罪，下官死罪啊！吴督察，你怎么跪下了？快下令开枪啊！杀了他！闭嘴！你想害死老子吗？都他妈拿着烧火棍，指着谁呢？统统把枪放下，滚回营地去关禁闭！赵家主，你刚才说想看我家店主跪下，别急，我家店主说了，赵家既然这么喜欢调兵，那我们就陪你玩玩真正的兵法。算算时间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家主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咱家门口来了好多战车，一眼望不到头啊！店主，
第一重装师已抵达预定位置，省城赵家尽在射程之内。准。什么金钟罩铁布衫，什么华晋宗师，在现代工业文明前都是笑话。这是演习吗？这一定是演习。奉明皇令，赵家所有人3分钟内滚到院子里集合跪好。少一个平一无，少2个移3组。店主，赵家主要求通话。秦爷，秦祖宗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赵家全部家产都给您，只求留赵家一条香火呀！明殿最不缺的就是钱。当你派杀手把枪口对准我妻子眉心的那一刻，结局就已经注定了。我不杀你，是因为我要让你亲眼看着，你是如何把偌大一个赵家带入深渊的。清扫开始，开火！带走。店主说了，把这2人送到省城赵家废墟前跪着，顺便立一块碑，上书“犯我秦家者，虽远必诛”。家主，慌什么？天塌了？比天塌了还严重，赵家没了。赵家？省城那个赵家？怎么没的？被炮轰了。北境第一重装师直接开进省城，把赵家平了。而且那个人我见过，他的眼神像极了10年前我们联手逼死的那个人。你是说秦氏余孽？不可能，当年的事做得天衣无缝，而且那个人身负重伤，坠落昆仑深渊，必死无疑。可是，如果他没死，如果是他从地狱里爬回来了呢？宁可杀错，绝不放过。去查那个小女孩的血，如果是那个人的种，血液里会有龙纹反应。另外，通知药王谷内门，就说他们苦寻多年的滴血药引可能在云城出现了。爸爸，这个鸡蛋是爱心形状的耶。喜欢吗？喜欢爸爸明天还给你做。君临，赵家真的……善恶终有报，老天爷看不下去，收了他们而已。店主，借一步说话。怎么了？京都那边有动静了，那个逃掉的鬼眼回了齐家，紧接着齐家就派人去了药王谷，而且我们在打扫赵家战场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份赵无极没来得及销毁的绝密档案，是关于念念小姐的。赵家之前之所以抓走念念小姐，不仅仅是为了那点小恩怨，他们似乎是在帮某个大人物养蛊。文件中提到，念念小姐的血液里含有一种特殊的返祖物质，是炼制传说中九转金丹的绝佳药引。好，很好。既然你们想把我的女儿当药引，那我就把你们整个药王谷炼成废墟。天杀！启动冥王之眼，24小时监控药王谷和齐家的一举一动。另外，传令北境，让死神小队即刻南下，进驻云城，暗中保护念念。天助我也！天助我也！传令下去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一定要把那个女娃娃给我带回来。有了她的血，老夫的九转金丹必成。赵家在云城的资产已全部完成交割，从今天起，玉念集团将接手。苏小姐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赵家那是运气不好，遭了天灾，这才让你们捡了这个漏。但你觉得
凭你们这对刚从狗窝里爬出来的夫妻，吞得下这100亿资产吗？就是啊，苏韵，你10年前是个花瓶，现在虽然脸好了，也不过是个漂亮的弃妇。让你那个废物老公出来吧，这会议桌太高，我怕你够不着。这里是运念集团，如果不愿意合作，现在就可以滚。滚！给脸不要脸，信不信老子一句话，让你们全家明天横尸街头？爸爸，这里好吵呀，像有很多苍蝇。没事，爸爸让天罡叔叔把苍蝇拍死就好了。秦君临，这里是商业会议，你带个野种！张嘴！继续开会。我老婆刚才的话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秦君临，你敢打我？我表哥是省城武道协会的。天罡，太吵了。明白。店主问话，谁反对？我不反对，我赞成。苏总是董事长，苏总是女王。运念集团不需要废物，也不需要养不熟的狗。给你们3分钟，想留下的就留下，想走的就把命留下。我留下，我愿意出资2亿入股。苏总英明，我早就看孙大炮不顺眼了。秦氏放心，以后苏总指哪儿我们打哪儿。老婆，签字吧。这只是个开始，以后这种小场面你自己处理就好。天罡会留在公司给你当保安队长。看来刚才那些只是一群苍蝇，现在终于来了一群不知死活的臭虫。又一个垃圾，这孩子根骨奇差，经脉堵塞，活不过20岁，废品。妈妈，那是干什么的呀？找到了，这位夫人，请留步。频官令爱印堂发黑，似乎染了邪症，不如让贫道看看。不用了，我女儿很健康。呵呵，夫人此言差矣。有些病医院是查不出来的，还是让贫道滚！放肆！哪里来的看门狗，敢拦本座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药王谷长老。药王谷没听说过，再不滚死！好，好，好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既然你们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动手，把女娃娃抢过来。保护主母。这就是药王谷的实力。万毒噬心手，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，让你们见识仙凡之别。哈哈哈哈哈！倒下吧，在我剧毒面前，你们就是待宰的猪。这就是所谓的蛊武者。玩毒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你是谁？我是念念的爸爸，也就是那个即将把你炼成人体蜡烛的人。给我死！啊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瞎了！药王谷不会放过你的。做得不错，带受伤的兄弟去疗伤。这里封锁10分钟，我不希望有任何照片流出去。是，店主。说吧，除了你，京都齐家还有谁参与了？你不能杀我，我是药王谷少谷主的亲信，少谷主就在省城，他身边有护谷金刚。你杀了我，你全家都要死。废话太多。我说，是齐家提供了情报，说你女儿是地穴药引，少谷主为了突破瓶颈，特意下山抓人。
他们现在就在省城原来的赵家废墟上设立了新的据点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那里，把他做成稻草人，送到省城，插在赵家废墟的最高处，在他身上写几个字，再过界城，这便是下场。是。你是魔鬼！你是魔鬼！明皇陛下，您怎么有空给老府打电话？难道是……龙主，帮我给京都齐家带句话，让齐家家主把棺材准备好，还有那个所谓的药王谷，我不介意让大夏的地图上少一个山谷。明皇，药王谷背后牵扯甚广，甚至有隐世宗门的影子，咱们是不是……你在教我做事？不敢，老朽这就去办。那个叫念念的小丫头，血一定很甜吧？快递到了，明皇陛下赏给你们的见面礼。好，很好。多少年了？自从本少主出世以来，还从未有人敢这样跟我玩游戏。既然你想玩，那本少主就陪你玩到底。传令下去，查查那个秦君临最近有什么活动。少主，明日上午，秦君临的妻子苏韵将在云城举办韵念集团的揭牌仪式。揭牌仪式，好，红事变白事，本少主最喜欢了。去，给他们备一份大礼。明天我要用那个苏韵的皮做一面人皮大鼓，然后在揭牌仪式上敲着这面鼓，把那个秦琳琳引出来。我要让他跪在地上，亲眼看着我是怎么把他的女儿一滴一滴地炼成丹药。店主，礼物送到了。对方很生气，毁了尸体。生气就好，人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会犯错。他们一旦犯错，我就有理由灭门了。别怕，就把台下那些人当成大白菜。爸爸，大白菜不好吃，我想吃胡萝卜。天罡，在。既然有客人带着棺材来了，那就开门迎客吧，别让他们等急了。感谢大家能来参加，今天是韵念集团正式成立的日子。宋忠，我的耳朵！完了，是寻仇的，快跑！保护主母。内劲外放，是宗师。苏韵贱婢，我家少主说了，这口钟是赏你的。妈的，劲儿还挺大，横练大师居然能接住我这一击，有点意思。可惜你只是条看门狗。看门狗？老子是北境天罡，专杀你们这群装神弄鬼的杂碎。北境，原来是军方的人，难怪有点蛮力。接下来，你会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生不如死吗？
你就是秦君临，长得倒是人模狗样，可惜身上没有半点真气，是个废物。老婆，带念念去车里，把音乐开大点，别让孩子听到杀猪的声音。你小心。想走？没有本少宿主的允许，谁敢动？给我开火！定。这是什么手段？真气护体？不对，这是纯粹的力量挤压空气型的屏障。还给你们。你不是普通人，你是大宗师。大宗师，那种坐井观天的称呼，也配安在我头上？杀了他！小子，让你尝尝我们药王谷的4项杀阵！别杀我！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陆地神仙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药王谷少谷主，我父亲是黄极境强者，我有护身法器。在我面前，神佛亦须低眉。破！既然你这么喜欢棺材，那就进去躺着吧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在这棺材里住着。封官，把这口棺材挂在云城城门楼上，告诉齐家，告诉药王谷，告诉所有躲在阴沟里的老鼠，想要人来云城。店主，京都来电话了。秦君临，你疯了吗？你这样做是在向整个古武界宣战。宣战？你也配？既然你们自诩为天，那今日我便把这天捅个窟窿。药王谷少主是吧？平时住大别墅，今天请你体验一下这种紧凑户型。你看，我是君无邪，我父亲是药王谷主。聒噪！来人，店主有令，把这口棺材给我抬到云城南门城楼上去。混账！混账！君临，今天那些人，念念会被抢走吗？不会，这世上没人能把你女儿从你身边抢走，我保证。家主，现在怎么办？药王谷那边肯定已经知道了，如果他们把怒火撒在我们头上……闭嘴！他以为挂个棺材就能吓住我，天真！这里是大夏，他再强，能强得过规则？武力上我们暂时吃亏，那就玩点别的。传我命令，动用我们在江南省所有的官方人脉，全部给我派去云城，就说运念集团涉嫌涉黑，把他们刚开业的公司给我封了，把那个秦君临抓进局子里去。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把这些当官的也挂在城墙上。是。店主，鱼儿咬钩了，省城那边来了个联合调查组，带队的是省工商署的一把手，叫王德，是齐家旁系的一条老狗。天罡呢？告诉他来活了。别弄脏了地板，你嫂子不喜欢血腥味儿。把门给我封了，所有人不许进出，把所有的电脑账本权，哪怕一张厕纸都要给我带回去检查。
把门给我封了，所有人不许进出，把所有的电脑账本权，哪怕一张厕纸都要给我带回去检查。你好。问什么问？没看到这身制服吗？滚开！谁敢袭击执法者？大清早的，吵什么吵？没看见门口写着“狗与汉奸不得入内”吗？你个臭保安！我是省工商署长王德，你这是造反！来人，把他给我铐起来！我的手，我的腿！你会武功？我警告你，我是齐家的人，我是带着上面的文件来的，你动我一下试试。齐家，老子打的就是齐家，滚回去告诉齐家，以后想来云城找麻烦，别派你们这种废物来，至少派个军队来，让老子热热身。还愣着干嘛？把这头猪拖走，弄脏了地板，老子把你们皮包了！店主，处理干净了。那个王德，估计下半辈子只能用吸管吃饭了。齐家这招投石问乱太低级，他们是在拖延时间。药王谷那边应该有动静了吧？是的，根据冥王之眼监测，药王谷深处传来剧烈能量波动。就在刚才，3道恐怖的气息离开了山门，正全速向云城逼近。宗师巅峰，也就是大一点的蚂蚁。让天罡去城门口等着，告诉他棺材不够用了，让他再去订3口。家人们，看到没？那就是药王谷少主的棺材。阿弥陀佛，少主受苦了。那个没手的，那个瘸腿的，还有那个花和尚，我家店主说了，棺材给你们备好了，是你们自己躺进去，还是我帮你们？横练外家功夫确实有点门道，但在老夫面前，你这点皮肉就像是纸糊的一样。大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少主还在上面挂着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谷主的脸往哪儿搁？先杀了他，血祭云城！金刚不坏！能接老衲一掌而不死，你也足以自傲。可惜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天残地缺结阵，3彩炼狱阵。天罡，太慢了。平时叫你好好练功，你不听，现在爽了。区区巅峰宗师就把你打成这样。混账！你是何人？竟敢无视我等！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挡着我的路了。阵法破了！这是战神之意，你能随手赐予战神一影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2分钟，2分钟后我要回家吃宵夜。是，谢店主赐令。不好，快退！听说你的头很硬，能不能硬过地板砖？跟他拼了！既然叫天残，那这双脚就别要了。店主，
1分50秒，没超时。处理干净。一口棺材太寂寞了，去，再定做300，把这3个老东西也挂上去，正好凑一桌麻将。你敢羞辱药王谷太上长老，谷主出关之日，定会血洗云城。血洗云城，回去给你们谷主托个梦，洗干净脖子等着，我会亲自去找他。来人，去把这3只臭虫弄棺材里。他怎么敢？那是药王谷啊！他就不怕引起古武界公愤吗？家主，天罡出手时有战神之力，不能让他活着，绝对不能！备车，我要请那位出山。秦君临，就算你能打10个宗师，但你敢打那位吗？明天我就要让你跪在我面前。店主，齐家家主连夜进了南海，去了叶家的府邸。有些狗不把牙齿全部拔光，他是不知道疼的。传令明殿，即刻起，全球范围内封锁齐家、叶家所有海外资产。叶老，就是这里。秦君临，本座叶振国奉内阁之命前来问罪，还不滚出来跪下接令！爸爸，外面那个老爷爷好凶。没事，那是送快递的，嗓门大，爸爸去签收一下。天罡，去告诉那个老家伙，我不喜欢别人比我声音大，让他把嘴闭上，跪在门口等我。好嘞，放肆！竟敢无视本座！来人，给我冲进去！若有反抗，格杀勿论！哟，这不是叶老头吗？这大清早子，你那公鸭嗓子吵到我家小姐画画了，知道吗？大胆！你是那个叫天罡的狗腿子吧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站在你面前的是大夏战部最高巡案叶老。哼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想进秦府也得先磕3个响头，地上拜帖。狂妄，简直是狂妄至极！动手，用弑神1号把这里给我夷为平地！连弑神炮都带来了，叶老头，你这次是真的踢到钢板了。叶振国，我记得10年前，你跪在北境大营门口，求我出兵救你儿子的时候，态度可比现在恭敬多了。不可能！你不是死了吗？叶老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快下令开炮啊！闭嘴！原战部第3军团长叶振国拜见大元帅。大元帅，大夏只有1个大元帅，难道……元帅？叶振国，你还记得我是元帅？那你带着枪炮围攻本帅府邸，还要杀本帅全家，那这算不算谋反？不，属下不知，属下是被齐家蒙蔽，属下该死。既然知道该死，那就别活了。天罡，送叶老上路。至于这个齐家主，把他绑在弑神炮的炮口上，他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是。不要！我是齐家家主，我有免死金牌。秦君临，你凭什么杀我？本帅杀人，何须向你解释？天罡，动手！接下来，该你了。属下该死，求大元帅开恩，属下这就滚回京都，自请下狱。下狱？那太便宜你了。齐家没了，江南省的商界、政界必然动荡。这件事，我不希望听到任何闲言碎语。属下明白。今日之事是齐家勾结境外势力，意图谋反，被战部当场击毙。天罡，送客。另外，
告诉叶家那个老不死的东西，管好他的狗。再有下次，我不介意把京都叶家的四合院改成公共厕所。是，属下一定带到。店主，齐家虽灭，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刚。还有药王谷那边应该收到礼物了。传令北境，调1万名暗卫入关。云城，从今天起，许进不许出。是把这里变成铁桶？哼，不是把这里变成修罗场。既然古武界想玩，那我就把云城变成他们的坟场，来多少我埋多少。封闭府门3个月，任何子弟不得外出，违者打断双腿。齐家不会勾结外敌，过分勾结外敌，叛国罪成。先是指正王帮死守战团系统。云城那个姓秦的，他不是人，一尊能让规则都要为之让路的神。别管我，别问我，我吃。这是秦君临，欺人太甚！杀我长老，废我爱子，此仇不报，我君不拜，誓不为人。谷主息怒，那秦君临可能有军方背景。军方背景？我药王谷历世300年，哪怕是皇族见了也要礼让三分。他也配跟我谈背景？传我药神令，通知古武盟，通知七杀殿，通知阴鬼宗，告诉他们，谁能取下秦君临的人头，我药王阁愿免费为其炼丹50年，送破镜丹10枚。哇！那秦君临不是护犊子吗？不是最在乎他那个女儿吗？传令五毒童子，让他们即刻下山潜入云城。我不光要杀秦君临，我还要让他亲眼看着云城几百万人口给我儿陪葬。店主，药王谷动了，发出了最高级别的悬赏令。古武界有名的杀手组织七杀殿已经接单，另外五毒童子也出山了，目标大概率是水源和学校。五毒童子，那种喜欢把小孩做成毒傀儡的变态。是，这种脏东西，别让他们进城，免得污染了空气。让北京狼骑动一动吧。属下明白。狼骑已经部署在云城外围300公里防线。那个什么七杀殿，既然是杀手，那就不用讲规矩了。告诉天罡，今晚我要看烟花。是，今晚云城的夜空一定会很美。爸爸，你在跟谁说话呀？跟一个扫地的叔叔。爸爸在告诉他，垃圾要分类，有些有害垃圾，必须烧成灰才行。念念知道了，老师也教过我们要爱护环境。老大，情报确认了，秦君临现在就在家里，身边只有那个天罡手守着。我们要不要动手？哼，急什么？药王谷开出了天价悬赏，盯着这块废肉的不止我们一家，让那些蠢货先去探探路，消耗一下秦君临的体力。可是老大，听说那个天罡很猛，连药王谷3大长老都猛，那是正面硬刚。我们是杀手，杀手讲究的是暗杀、下毒、绑架。传令下去，分组行动，一组去秦府放火，吸引注意力；2组去运念集团，把那个苏运绑了；3组去那个小丫头的学校买点炸药。明天一早，我要送那个秦云林一份大礼。老大英明，那秦君临再强也护不住这么多地方。就是，咱们玩阴的，玩死他。谁？谁在装神弄鬼？滚出来！你是谁？我是送快递的。找死！嘘，别吵。我家店主说了，小公主睡眠浅，所以请你们安安静静的死，好吗？陷阱！是陷阱！冲出去！
只要逃出去，只要逃进市区。怎么漏了一只老鼠？真扫兴，影响老子食欲。打完收工，把尸体都处理了。记住店主的话，这也是有害垃圾，得烧透。店主，昨夜行动汇总，击杀古武者372人，其中宗师级13人，半部宗师47人，缴获暗器、秘籍若干，已全部封存。伤亡，我方零伤亡。药王谷那边有动静吗？根据冥王之眼监测，药王谷深处的禁地，昨夜能量波动达到峰值，君不败的闭关室出现了破关征兆。多久出关？最快3天，最慢7天。看来我给他的刺激够大。爸爸，我要吃糖心的。知道了，小馋猫。老公，公司那边今天要签一个大项目，我可能要晚点回来。念念放学，我去接，你安心工作，家里的事不用操心。这是明皇商会的至尊卡，全球通用。以后公司需要什么资源，直接刷这张卡，不用跟我报备。店主，药王谷那边，君不败无忌在3天内出关。让鬼泣带死神小队去药王谷外围布防，我要知道他们的每一个动向。是。传我命令，召集药王谷所有宗师以上的高手，3日后随我踏遍云城。是，谷主。诸位，云城的事你们都听说了吧？听说了，那个秦君临手段确实狠辣，齐家说灭就灭，连叶阵中都被逼得下跪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血洗了古武界数百名高手。这种行事风格，简直是在挑衅整个古武界。你们觉得，这个秦君临是不是10年前那个人？如果真是他，那我们当年的布局恐怕要出问题了。当年他坠入深渊，我亲眼看着他被万箭穿心，就算侥幸不死，也应该废了。可现在他展现出的实力，那只能说明一件事。他身上有秘密，一个能让人起死回生，甚至更进一步的秘密。族长的意思是，先观望，让药王谷去试探他的深浅。如果军部班能杀了他，那最好；如果杀不了，那我们就亲自出手，将他的秘密挖出来。爸爸，你在看什么呀？没什么。爸爸在看天气预报，过2天可能会下大雨，爸爸得提前准备雨伞。哦。天罡，店主，通知北境狼骑在云城外围布下天罗地网，3天后我要让所有来犯之地有来无回。是。另外，调明殿36天罡中的前10位，全部南下云城。明白。药王谷、古武盟，既然你们这么急着送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店主，根据冥王之眼最新监测，药王谷已集结宗师级以上高手23人，其中大宗师3人。古武盟响应的4大宗门共出动宗师17人，半部宗师40余人。预计明日凌晨，第一批先遣队会抵达云城外围，后天傍晚，主力部队全部到位。兵力对比呢？我方北境狼骑3000人，死神小队500人，
明殿36天罡已到位12人，72地煞到位36人。传我命令，取消云城所有对外的封锁。店主，我要让他们进来，把整个云城变成一个巨大的狩猎场。他们以为是来围剿我的，殊不知他们才是猎物。奇怪，情报不是说云城已经戒严了吗？怎么连个检查的都没有？哼，管他呢，省得麻烦。那个秦军灵估计是被吓破胆，躲起来不见人。咱们七星门虽然不如药王，但也是古武盟的中坚力量。这次谷主开出的条件这么丰厚，不拿白不拿。前面有人！找死！欢迎来到云城，不过这里的规矩是进来容易，出去难。店主，昨夜共抓获古武者47人，其中宗师级12人，半部宗师35人，全部关押在城南废弃工厂的地下监牢。伤亡？我方0伤亡。至于药王谷，军不败派出的先遣队失联后，他勃然大怒，决定提前行动。预计今晚他会亲自带队进城。很好，鱼儿上钩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京都那边轩辕氏派来了3少爷，应该是来探您的底的。谷主，前方就是云城了。秦君临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药王谷的各位，我家店主有话让我转达。他说：“欢迎来到云城。”我家店主有话让我转达。他说：“欢迎来到云城。”狙击手，雕虫小技，我等修为岂会惧怕凡俗枪械？这怎么可能？宗师护体罡气怎么会被普通子弹击穿？谁说那是普通子弹了？那是用运铁特制的破魔弹，专门对付你们这种古武者。所有人听令，分散突围，进城之后会合。谷主是吧？我家店主说了，你这种级别的货色还不配让他出手。找死！万毒身心掌，来得好！开山！你也是黄极境？黄极境？那玩意儿算个屁！我家店主随手给我灌了点气，我就突破了。什么？发什么呆？就这，药王谷谷主也不过如此嘛。三位何必这么着急？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喝杯茶再走吧。喝你妈！风来。这是什么武功？武功？这不是武功，这是科学，流体力学加空气动力学。你们这些古武者啊，思想太僵化了。那么请赴死吧。店主说的对，这批货色质量不行，看来古武界也就这样了。别跑啊，游戏才刚开始呢。怪物！我最讨厌别人叫我怪物了。嘿嘿，还有6个。这什么枪？
北门清理完毕。三少爷，情况有些不对，药王谷和古武盟的人进城之后就失去了联系，我们安插在云城的眼线也全部失联。有意思，看来这个秦君灵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趣。三少爷，我们要不要……不，继续观望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。老公，外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听说今晚很多路段都封了。没事，只是在清理一些垃圾，明天早上这座城市就会干净了。店主，军不败已擒获，正在押往城南监牢，其余古武者死伤过半，剩余全部被俘。好，知道了。秦君临，我要杀了他！杀他？你连我都打不过，还想杀店主？做梦呢！你们会后悔的。药王谷还有底牌。底牌？你是说那个什么太上长老？你怎么知道？废话，你们药王谷的底裤是什么颜色，我们都一清二楚。安心待着吧，等店主有空了，会亲自来招待你的。我们完了，药王谷完了。那个秦君临到底是什么怪物？诸位，欢迎来到云城。接下来，我会让你们明白一个道理：有些人，有些地方，不是你们能招惹的，而代价就是你们的命。店主，昨夜古武盟4大宗门的掌门3死1逃，逃掉的那个是谁？是七星门掌门凌霄子。此人修炼的是风系轻功，速度极快，在北门突围时，地煞追击不及，让他跑了。跑了也好，总得留一个活口，把消息传回去，不然古武界那些老不死的怎么知道云城不能碰？店主英明，秦君临，你会后悔的。药王谷还有太上长老，你死定了。太上长老？你是说那个叫君无道的老东西？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？药王谷历时300年，底蕴深厚。我若不摸清你们的底细，又怎么敢让你们进云城？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告诉我君无道闭关的真正原因，以及他什么时候会出宫；第二，我用鬼门13针中的索命针，让你在3天3夜的痛苦中，把所有秘密都吐出来。我说，太上长老30年前闭关，是因为他在炼制一枚神丹，名为9转续命丹。这枚丹药需要9种极品药材，以及一味特殊的药引，药引就是地血。太上长老当年寿元将尽，他需要这枚丹药续命，但地血难寻，他只能先闭关，用秘法吊住最后一口气。30年来，药王谷一直在寻找地血的下落，直到你女儿的血液样本被送到谷内，所以你们抓我女儿，要用她的血救那个老不死的。是的，按照时间推算，最多还有5天，他就会破关而出。到那时，他会亲自来云城取走你女儿的血。5天，够了。店主的意思是，天罡，你带死神小队，现在就去药王谷布防，等那个老东西一出来，就地格杀。明白。等等，你疯了！太上长历是黄极境巅峰，半只脚踏入神境的存在，你们去送死吗？神境，我若想杀他，就算他是真神也得死。店主，真的要让天罡去对付那个君无道？黄极境巅峰不是闹着玩的。放心，天罡现在的实力，对付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子，绰绰有余。况且我给了他一样东西。只要炼成9转续命丹，我不仅能续命100年，甚至能突破神境。秦君临，你的女儿，我要定了。什么人？药王谷太上长老是吧？我家店主让我给你带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，弄你。就凭你，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，既然你送上门来，
那就留下做我丹药的焚料吧。战神之力，你也是黄极境？黄极境，老头，你消息太痞色了。我家店主说了，黄极境在他眼里就是大一点的蚂蚁。万毒护体！就这，黄极境巅峰？怎么可能？我修炼了300年的万毒护体，竟然被一击破开。300年？那你这300年都活到狗身上了。我家店主随手给我灌了点气，我就能吊打你这种老古董。血骨噬魂大法！又是这招，你们药王谷的人就不能换点新鲜的吗？这是什么武功？武功？这不是武功，这是我家店主教的发声技巧。老头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辟邪是整个古武界都想要的东西，你们守不住，守不住。处理干净，一把火烧了这里。今天在学校开心吗？开心。老师教我们画画，我画了爸爸妈妈和念念。画得真好，爸爸要把它裱起来，挂在家里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有意思，真是有意思。昨晚血洗古武界，今天接女儿放学，这种反差倒是让人看不透了。三少爷，我们还继续监视吗？不用了，准备一下，今晚回京都。爸爸，你在看什么呀？没什么，爸爸在看明天的天气预报。明天天气好，爸爸带你去游乐园玩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父亲，回来了。云城那边情况如何？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药王谷全灭，谷主军不败被擒，太上长老君无道被击杀，古武盟4大宗门3个掌门死在云城，只有7星门的凌霄子逃了出来。一夜之间，进入云城的古武者死伤超过200人。秦君临的实力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？不仅是他的实力，更可怕的是他的手下。那个叫天罡的，能单挑君无道这种黄极境巅峰的强者，还有死神小队、明殿36天罡、72地煞，每一个都是精锐中的精锐。你确定他就是10年前那个人？8成以上。这是我在幼儿园门口拍的。你看他女儿的眉眼，和当年秦家那位的轮廓几乎一模一样。当年的事已经过去了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？他现在的实力已经不是我们能轻易对付的了。那就先不动他，让其他家族去试探。如果他真的是当年那个人，那他身上的秘密值得我们等。我明白了。对了，永生殿那边有消息吗？有，他们对秦君临女儿的血液很感兴趣，说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。永生殿那群疯子终于坐不住了吗？让他们去吧，正好可以试探一下秦君临的底线。是。秦君临，不管你是不是当年那个人，你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轩辕清回京都了。是的，刚刚收到消息，他进了轩辕氏祖宅，和轩辕破军密谈了1个小时。很好，鱼儿已经撒下去了，接下来就等大鱼上钩。店主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们在暗网上截获了一条消息，有一个神秘组织在打听念念小姐的血液信息。这个组织很隐秘，我们查了很久，只查到一个代号——永生殿。继续查，
还有，加强对念念的保护，任何可疑人员格杀勿论。明白。药王谷只是开胃菜，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更加恐怖的敌人。但为了你们，我可以与整个世界为敌。秦君临，我要杀了你！哟，还活着呢，生命力挺顽强啊。你们会后悔的，永生舵不会放过你们。永生殿，那是什么玩意儿？你以为药王谷只是一个宗门吗？我们背后还有永生殿，是古武界真正的主宰。他们既然知道了地穴的存在，那么到时候你们都得死。又是这套说辞，就不能换点新鲜的吗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们药王谷的太上长老已经被我弄死了，现在整个药王谷就剩你一个光杆司令了。不可能！太上长玉是黄极境巅峰，你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店主说了，留你一条命，是想让你亲眼看着那个什么永生殿是怎么被灭掉的。苏总，对方的代表已经到了会议室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苏总，久仰大名。李总客气了，请坐。苏总，我能冒昧问一个问题吗？听说苏总的丈夫是云城的秦先生。是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，只是好奇。最近云城发生了不少大事，秦先生的名字在我们这些商界人士中可是如雷贯耳。能娶到苏总这样的美人，秦先生真是好福气。李总，我们还是谈合作吧，私人问题就不劳您费心了。啊，当然，是我唐突了。苏总，刚才那个李总好像话里有话。没事，商场上这种试探很正常。我不能永远躲在他身后。苏总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刚才签的那份合同，对方突然反悔了，说发现我们公司资质有问题，要求立刻解除合同，否则就要起诉我们违约。资质有问题？我们的资质都是经过严格审核的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对方说，如果苏总愿意私下见面谈谈，这件事还有转圜余地。你是谁？我叫赵坤，江南商会的副会长。刚才那份合同的事儿，是我让李总反悔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想提醒苏总，秦先生再厉害，也只是云城的地头蛇，到了江南就得按江南的规矩来。赵会长想要什么规矩？3成干股，外加每年利润的2成分红，作为回报，我保证运念集团在江南畅通无阻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那我可就保证不了运念集团在江南能不能立足了。我拒绝。好，很好。苏总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。我得自己解决。爸爸，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店主，夫人在江南遇到麻烦了，找事的是江南商会的赵坤。查清楚这个赵坤的底细，10分钟内给我报告。是。赵坤，江南商会副会长，明面上是商人，暗地里却是永生殿的外围成员。永生殿。天上，给我联系江南商会的会长周天明。店主，周天明3年前已经退休了，现在的会长是他儿子周峰。周峰，查一下他的底细。已经查过了，他和永生殿没有直接联系，但那个赵坤是他最信任的人。安排一下，明天我去江南一趟。是。怎么了？公司出事了？没事，只是有点累。韵儿，我们是夫妻，有什么事儿不能跟我说？老公，我想靠自己解决。好，我支持你。但如果真的解决不了，记得告诉我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店主，江南那边的情况我都查清楚了，赵坤这次针对夫人，确实是永生殿在背后指使，他们想通过商业手段逼夫人就范，然后以此为要挟，让您交出念念小姐。永生殿的人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店主，需要我直接处理掉赵坤吗？不，杀他太便宜他了。我要让整个江南商会，甚至整个江南省，都知道一个道理：
动我的人就得付出代价，属下明白。周会长，云城那边有消息了。苏韵答应了？没有，他拒绝了，而且态度很强硬。看来这个苏韵不是个简单的女人。会长，要不要我再去一趟，给她点颜色看看？不用，既然她不识抬举，那通知下去，封杀运念集团在江南的所有业务。会长高明。那位大人那边有消息吗？有，那位大人说了，如果能拿到秦君临女儿的血液样本，他会给我们一个天大的机缘。天大的机缘，继续按计划行事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周会长，楼下来了几个人，说要见您。什么人？他们说是云城来的。云城，让他们上来。两位是秦君临，云城的。秦先生，怎么不欢迎？赵副会长昨天不是还去我老婆公司做客吗？今天我来回访，应该不算失礼吧？秦先生说笑了，您能来是我们江南商会的荣幸。周会长，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，昨天是你的意思，还是他自作主张？秦先生，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。我问你，是你的意思，还是他自作主张？是我的意思。很好，周会长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向我老婆道歉，并且赔偿运念集团的所有损失；第二，我让江南商会从地图上消失。秦先生，您这是在威胁我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秦先生，你未免太狂妄了。江南商会在江南省经营了30年，根基深厚，您以为凭一己之力就能撼动我们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天煞，动手吧。周会长，你可以看看窗外。这是我的诚意。周会长，现在可以做选择了吗？秦先生，您这么做就不怕引起官方的注意吗？官方，你可以试试，看看是帽子大哥先来，还是你先完蛋。够了！跪下！爸，我让你跪下！秦少主，别来无恙。你认识我？当然认识。10年前您还是秦家少主的时候，我曾有幸见过您一面。那时候您意气风发，秦家如日中天。只是后来，当年秦家出事，老朽无能为力，这些年一直心怀愧疚。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追究旧账，我只想知道江南商会针对我老婆的事。说。是我的主意。运念集团不过是个新兴企业，你为什么要针对他们？周老头，你的这个副会长有点意思。周会长，那位大人说了，如果能拿到秦君临女儿的血液样本，他会给我们一个天大的机缘。你在背着我做什么？周会长，我也是为了商会好。你勾结外人，打秦少主女儿的主意，这叫为了商会好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是在给整个江南商会招灾？说吧，那位大人是谁？我不能说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能让你生不如死。我说，是永生殿的一位长老联系了我，他说，只要能拿到您女儿的血液样本，就能给我们一个突破黄极境的机缘。永生殿，把他带下去，好好招待。是。不要！秦先生饶命！秦先生饶命！秦少主，是老朽管教不严，让犬子做出这种糊涂事。老朽愿意倾尽家产赔偿您和夫人的损失。爸，闭嘴！你知道你惹出多大的祸吗？周老头，
你不用这么做。江南商会是你一手创立的，我不会夺人所爱。但是从今天起，江南商会不得再针对运念集团。另外，让你儿子亲自去云城，当着我老婆的面跪下道歉。秦少主放心，老朽一定照办。好。对了，周老头，永生殿的事，你最好别掺和。爸，我们真的要向他低头吗？闭嘴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10年前，秦家是整个大夏最顶尖的家族之一，秦君临更是被誉为100年难遇的天才。而现在，他回来了，能在那种绝境中活下来，这样的人不是我们能招惹的。如果不是京都各大家族联手，秦家根本不会覆灭。苏总，江南商会那边来电话了，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周会长要亲自来云城向您道歉。道歉？是的，而且他们还说会赔偿我们所有损失，并且保证以后不会再针对运念集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江南商会怎么突然态度大变？算了，等他回来再问吧。周会长，请问您这次来云城真的是为了道歉吗？运念集团到底有什么背景？之前是我不对，冒犯了您和运念集团，我代表江南商会向您郑重道歉。周会长，请起。商场如战场，有竞争很正常，但是如果再有下次，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过。苏总放心，绝对不会有下次。这是江南商会对运念集团的赔偿协议，总计5亿。还有这份合作协议，江南商会愿意以最优惠的条件与运念集团展开全面合作。这份诚意已经足够了。好，我接受。那我就不打扰苏总了。苏总，您有一个好丈夫。我知道。苏总，京都那边也来人了，这次又是谁？他说他是轩辕氏的人。轩辕氏？是的，对方说是代表轩辕氏前来谈合作，让他在会客室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苏总果然名不虚传，倾国倾城。不知这位先生如何称呼？在下轩辕清。轩辕先生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轩辕氏想与运念集团合作，共同开发华东市场。我们可以提供资金、渠道，作为回报，轩辕氏要运念集团30%股份。轩辕先生的条件很诱人，但恕我直言，轩辕氏为什么要选择运念集团？以轩辕氏的体量，想要进入华东市场，有无数种选择。实不相瞒，轩辕氏看中的不仅是运念集团的发展潜力，更看重的是秦先生。什么意思？苏总别误会，秦先生的能量，整个京都都有耳闻。轩辕氏只是想借此机会与秦先生结个善缘。轩辕先生的提议我会考虑，但运念集团的股份不会出让。如果轩辕氏真心想合作，可以换一种方式。苏总，30%股份已经是很优惠的条件了。如果苏总觉得不够，我们可以再谈。不用谈了。有意思。父亲，苏韵拒绝了。他拒绝是正常的。秦君临的女人怎么可能轻易妥协？继续按计划行事，不要打草惊蛇。秦先生，轩辕清，回去告诉轩辕炮军，10年前的账，我会一笔一笔算清楚，但不是现在。如果再有人打我老婆的主意，我不建议让轩辕氏从京都出名。秦先生放心，轩辕氏绝无恶意。最好是这样。永生殿的事，我都知道，告诉你们背后那位。洗干净脖子等着。说吧，永生殿还有谁在云城？那我就只能慢慢玩了。我说，永生殿云城的据点
在城东的一家古董店，店主叫钱三，他负责收集情报，还有收集特殊血液样本。什么样本？就是那些有特殊体质的人。永生殿一直在研究长生之术，所以需要各种特殊血液做实验。很好，你很配合。店主，城东古董街，钱三。很好，通知鬼泣，今晚行动。是。拍照取证，然后把这里炸了。钱三永生殿外围成员，暗中为永生殿收集特殊血液样本，害死的人少说也有几十个。你们是明殿的人？永生殿的总部在哪儿？不说没关系，我慢慢陪你玩。我说，总部在海外，3个分部分别在京都、南京、北京。北京？是的，北京那个分部是永生殿最重要的研究基地，据说那里关押着很多特殊体质的人，用来做各种实验。队长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按计划，炸掉这里。店主，钱三已经处理掉了。他交代，永生殿在大夏境内有3个分部：京都、南境、北境。北境。天煞，查一下北境这些年有没有失踪人口的异常记录，特别是那些有特殊体质的人。是。猎人在出手之前，总要先摸清猎物的底细。爸爸，我要画一个大大的太阳。好。秦先生，请留步。我叫林婉秋，是幼儿园的保健医生。最近幼儿园在做儿童体检，需要采集一些血液样本。念念小朋友还没有做检查，不知道秦先生方便吗？最近幼儿园在做儿童体检，需要采集一些血液样本。念念小朋友还没有做检查，不知道秦先生方便吗？不方便。查一下幼儿园的保健医生，10分钟内给我结果。是。店主，查到了，林婉秋表面身份是保健医生，但实际上是永生殿的人。秦先生，您改变主意了？你是什么人？秦先生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少装蒜！永生殿的人也敢打我女儿的主意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仅知道你是永生殿的人，我还知道你这些年害死了多少孩子。
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是什么？是镇静剂。镇静剂需要用这么粗的针头？派人来幼儿园保健室处理一具尸体。爸爸，念念乖乖上课。麻烦你了。秦先生客气了。这3年来，7名儿童突然转学，家庭都没有搬迁记录，全都失踪了。继续查，我要知道这7个孩子的下落。说，那7个孩子在哪儿？1、2、3。我说，他们被送到永生殿分部的研究所了，都已经死了。研究所在哪儿？在京都郊外的一座山里，负责人叫白无常。很好，你很配合。京都郊外研究所负责人叫白无常。很好，通知天煞，启动冥王之眼。是。处理干净，别留痕迹。天煞，联系北境军团长，我要亲自去一趟北京。您要亲自去？对。有些账必须亲自去算。店主，飞机准备好了。店主，北境军团长应该快到了。属下铁血，恭迎元帅归来！恭迎元帅归来！都起来吧，我这次回来不是叙旧的，我要你帮我查一件事。元帅请吩咐。这3年来，北境失踪的23个孩子，我要知道他们的下落。元帅，您是说永生殿？您放心，我这就调集所有情报人员，3天内一定给您结果。元帅，这里应该就是永生殿在北京的分店了。集结部队，1个小时后出发。元帅，需要调多少人？全部都带上。属下明白。出发。元帅，根据情报，那个基地他们装备精良，火力不弱，不够杀。打开舱门。店主，这是10米高空。立马给我打开！分头行动。站住！这里是军事禁区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我说了，站住！是武者，快通知基地！店主，门开了。入侵者，有入侵者，所有人准备战斗！就你们2个人，不知死活，杀了他们！该死，还有其他人！这是北境军区的武装直升机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恭请元帅下令！恭请元帅下令！
是秦君临，你是明皇。现在知道，晚了，动手。那23个孩子在哪儿？我再问一遍，那23个孩子在哪儿？在地下3层。天罡，跟我来，其他人继续清理。畜生！浓度98%，活性完美。明皇秦君临，我等你好久了。既然你来了，你女儿那个极品药壳儿应该也快到了吧？除了那个当爹的，剩下的剁碎了喂狗。店主，我来。擦，硬骨头。北境第1军团长也不过如此。传闻明皇举世无双，怎么吓傻了？天罡，2分钟，解决不了这些杂碎，你就滚回漠北去放羊。是。既然你的狗这么能打，那我就先送你上路。你怎么可能看破我的鬼影步？鬼，在我面前，这世上没人敢称神，更没人配做鬼。给我滚开！这就是你的底牌？秦君临，你别太狂妄！我是店主亲赐的不死之身，你杀不死我！爆！不好，店主小心！半步神境，秦君临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神的力量，这是进化的终点，这是完美的生命形态。半步神境，秦君临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神的力量，这是进化的终点，这是完美的生命形态。神的力量吗？去死吧！聒噪！这是什么手段？领域！跪下！我说过，在北境，我就是天，天让你跪，你不得不跪。杀了我！想死，没那么简单，你的命要用来偿还。天罡，通知医疗队，带上生生造化丹，立刻下来。是。这群畜生！救人！鬼门13针，回天！一共23个，全部救活，少一个我唯你们是问。元帅放心，店主找到了好东西。还给我！那是献给主的礼物。主？你是说
那个躲在京都想要长生不老的老怪物。这是人干的事儿。想动我的女儿，来造你们的神。收好，这是送给京都那帮老东西的棺材针。店主，外面来了群苍蝇，说是战部特派督察组来维持秩序的。妈的，老子打生打死的时候他们不来，现在仗打完了，他们来洗地了。走，去看看。反了，都反了！私自调动大军围攻科研基地，你们是想造反吗？长官，请退后，前方正在清理战场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清理个屁！我看你们是在销毁证据，信不信老子毙了你？滚开！啊！哪个不长眼的？你要毙了我的兵？你是谁？我是战部督察，我要上报京都，扒了你的皮！你知道那23个孩子受了什么罪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天罡在，告诉他，这里是谁的地盘。听好了，肥猪，站在你面前的是北境唯一的主宰，大夏唯一的实星元帅，明皇秦君临。明皇，查，把他这身皮扒了，9族之内所有账目查个底调，少1分，我拿你试问。另外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别藏着掖着了。铁血，传令下去，明日正午开启风狼居，我要点将。遵命。老板，这肉还切不切了？不切了，这店也不开了。元帅召集，老兵归队。兄弟们，元帅回来啦！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备车，快备车，去机场！长官，去机场干什么？少废话，走！孙指挥，这么急，赶着去投胎啊？店主点名，缺个人记齐，借你脑袋一用。恭迎元帅！恭迎元帅！轩辕破军，30秒了。你的看门狗好像不太经打。怎么会这样？那可是300内劲高手啊！就是300头猪，让他抓也要抓半天吧？慌什么？老夫还有底牌！传令，请太上长老出关，启动护族大阵。店主，地扫干净了，请进。秦君临，你这是造反！龙主不会放过你的！造反？轩辕破军，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。我来这里是来通知你，你的命到期了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哦，别紧张，这是我明殿的1000架死神无人机，正在对轩辕家进行全方位的热成像扫描锁定。另外，还有12枚战术导弹已经锁定了这个院子。只要店主心率超过120，这里就会变成一个直径50米的大坑。在我北境的钢铁凶油面前，你连个屁都不是。你这个疯子！店主，喝茶。 10年前，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那时候，你们为了秦家的产业，为了逼问那个所谓的秘密，那时候
我觉得这个世界疯了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不是世界疯了，是我太弱了。所以这10年，我学会了一个道理：当你的拳头足够硬的时候，你说的话就是真理。明皇饶命啊！当年秦家的事，我齐家只是从犯，都是轩辕家逼我的。齐墨，你这个软骨头！从犯，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天罡，在。齐家家主太吵了，掌嘴。好嘞。在等救兵，让我猜猜，你在等御林军，还是在等龙主的那道圣旨？你怎么知道？龙主救我！秦君临造反了，他杀进轩辕家了，你快派御林军镇压他呀！御林军今晚要拱卫皇城，还要进行夜间演习，恐怕抽不出人手。为什么？我轩辕家忠心耿耿。忠心？这也是忠心？拿大夏子民的命换你们的长生梦？轩辕破军，你这种人，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我这就送你上路。慢着！秦君临，你要是敢动家主一根汗毛，我就掐死这个女娃娃！无耻！我这就送你上路。慢着！秦君临，你要是敢动家主一根汗毛，我就掐死这个女娃娃！无耻！你在找死！退出去！立刻让你的军队退出去！给我准备一架直升机，否则我现在就让给我陪葬！太上长老，救我！你知道我平生最恨什么吗？第一，背叛；第二，拿孩子做筹码。别过来！天罡，北境军规第10条是什么？凡遇挟持人质者，不论身份，杀无赦；凡遇残害幼童者，不论缘由，碎尸万段。听到了吧？别怪我！太慢了。放过我！放过我！把他带回北境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着他勾结的永生殿是如何被铲除的。遵命。恭迎明皇！传我令，今夜轩辕除名，下一个叶家。家主，我们跑吧！那秦君临就是个疯子，连轩辕家都挡不住他，我们拿什么挡？跑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明殿制的势力遍布全球，你能跑哪儿去？去南极为企鹅吗？那咋办？难道等死吗？不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这是叶家最后的护身符了。秦君临，就算你再强，也不敢动这位吧？立刻接通战部专线，请二叔回京。是。店主，前面就是叶家了。叶家这帮孙子好像没打算投降啊，前面的路障都架起来了。垂死挣扎而已。据探子回报，叶晴天那个老狐狸把他二叔叶振国请来了。哦，叶振国。车上的人听着，前方是战部禁区，立刻下车，抱头跪下，否则就地轰杀！让叶振国滚出来见我！放肆！二叔，就是他！前方何人？立刻抱头跪下，否则就地格杀！你不是很狂吗？你不是能秒杀黄极静吗？这个背影怎么看着这么熟悉呢？来呀，你再动一个手指头试试啊！二叔，别跟他废话了，直接开炮，送他去见阎王！叶振国，你刚刚说要格杀谁的命？上次在云城，你跪得不够标准，
看来你是忘了怎么行礼了。放肆！死到临头还敢污蔑战不巡案，你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！二叔，快弄他！二叔你怎么了？动手啊！下令开炮啊！二叔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打他呀！他在那边啊！醉将叶振国参见大元帅。大元帅，大夏只有一个大元帅，他起来吧，不知者无罪。谢元帅不杀之恩。炮不错，既然带来了，就别浪费，听个响吧。全营听令，目标正前方叶家祖宅，反覆盖打击，开炮！秦君临，你做的这么绝，就不怕遭老天报应吗？我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报应不归老天管，归我管。叶振国在，打扫干净，这京都的地太脏了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店主，下一站去哪儿？是不是去皇宫找龙主老儿谈谈心儿？不，龙主那只老狐狸，我帮他清理了这2个不听话的世家，他估计正躲在被窝里偷笑呢。那是去……在那之前，还有一只最大的老鼠没抓到。老鼠？刚才判官发来消息，永生殿的信号最后消失的地方是京都国师府。国师府，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存在。难道说，那个一直隐藏在幕后用孩子鲜血炼药的永生殿主，竟然是他？就算你藏得再深，只要你还在这个星球上，我就能把你挖出来，挫骨扬灰。秦君临，你终于来了。店主，不对劲儿啊！这老东西不可能不知道轩辕家和叶家都没了，怎么连个看门的都没有？这怕不是摆的空城计？不是空城计，我的热成像仪扫不到了里面有任何活人的气息，除了正厅那个位置，有一团火。一团火？那是生命磁场强到极致的表现，半部神境，甚至是真的神境。国士无双，用几千个童男童女的心头血养出来的国士，确实世间少有。铁锈儿，经年累月浸泡在泥土里的血腥气。秦帅，你来的有些快，老夫这盘棋还没下完，你就把老夫的左膀右臂都给折了。左膀右臂？你是说轩辕破军和叶庭天2条会狂吠的狗而已，也配叫左膀右臂？诸葛长生，永生殿主，当朝国师。秦帅依然是一如既往的狂傲。年轻人火气大是好事，但也容易引火烧身。你灭了轩辕，毁了叶家，确实出了一口恶气，但你毁掉的是大夏100年的平衡。平衡？你所谓的平衡，就是让世家吸干百姓的血，就是让你这个老不死的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，吃着孩子的人血馒头。花开花落自有定数，那些孩子能为老夫的大道献身，是他们的造化。造化？你的造化就是这满院子用尸骨养出来的梅花。店主这次是真的动怒了。诸葛长生，我没兴趣听你的歪理邪说，我来只做2件事：第一，拆了你这狗窝；第二，把你的头拧下来当球踢。放肆！这一手满天星，老夫金云一甲子，每一枚棋子都灌注半部神境的内劲，足以洞穿助战坦克。停！这就是神境的意，言出法随。还给不，起阵，红梅嗜血。秦君临，你确实强，强的离谱，但你太自负了，你竟敢闯入老夫的道场，
这满院红梅是老夫用了3000童男童女的心头血，浇灌了20年才养成的血灵木，在这里，老夫就是神。神？我看你是神经。鬼。这就是你的道，靠吃小孩的血来延寿，这也配叫长生？秦君临，你等嘛！凡人寿命不过100载，那是基因的锁，老夫是在为人类开路。你女儿的血是完美的钥匙，总店已经注意到了。我在下面等着你，等着看你全家下来陪我。聒噪！店主，稍微有点暴力了。本来还想从他脑子里读点数据的。不需要，死人才是最安全的。况且，他脑子里的东西，你不都已经黑进去了吗？还是店主了解我。怎么样？这个国师府地下还有3层，除了关押着最近抓来的那批孩子，还有一个冷冻库，里面存了上千份血清样本，而且数据链指向海外，就在太平洋公海的一座无名岛屿上，那里才是永生殿真正的总部。海外，把地下室的孩子救出来，然后一把火烧了这里。是。轩辕家没了，叶家残了，国师府也烧成了灰，到底是谁干的？茶怎么样？一般，不如北境的粗茶解渴。好一个不如粗茶！这京都的茶确实喝多了腻人。杀爽了？还行。起初了？马马虎虎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轩辕家和叶家虽然烂，但也是支撑大夏经济和武道的2根柱子。你把柱子拆了，这房子可是会晃的。这是叶家和轩辕家的罪证，还有过师府残害数千儿童的名单。这群畜生！朕知道他们脏，没想到他们这么脏。朕养了他们几10年，他们就是这么回报朕的，挖大夏的根，吃子孙的血。珠子烂了就得换，房子晃了可以修，但要是地基被重铸空了，这房子迟早得塌。你还是和10年前一样，这把刀太快太利，利到连朕有时候都怕割到手。刀握在谁手里，取决于握刀的人。只要大夏不负我，这把刀永远向外。另外，叶家吞进去的3000亿，我已经让判官转进国库了。我要的，你给不了。我要回家给女儿做早饭了。走了。回家做饭？这天下也只有他能把这4个字说得比圣旨还重。来人！陛下，你旨：原北境统帅秦君临查办逆贼有功，护国有力，即日起封镇国明王，赐天子剑，可先斩后奏。另外，那3000亿美金立刻拨出1半，用于改善全国孤儿院和希望小学的设施，名字就叫念念基金。那个店主夫人，公司那边来电话了，说是有个从南方来的考察团，点名要见苏董。南方考察团？我看那帮人开的车挂的都是南 A 的牌照，那是南靖王龙战的地盘。龙战。哟，苏董来了，真人比照片上还带劲，难怪那个废物赵家搞不定你。这是我的位置，如果你不懂商务礼仪，我可以请保安教你。保安？你说那群躺在地上的废物？自我介绍一下，鄙人金万良，南境金家大少爷。今天来就一件事儿，签了他，以后欲念集团归金家管，你归我管。如果我不签呢？我金家背靠南靖王，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。哦，是吗？你是谁？信不信我弄你？哼，南靖王，正好，我正愁找不到人带话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南靖王也是你能惹的？哼！放开我！别动，动一下，这笔就插进谁的眼珠子里。刚才你说你要管谁？我干爹是南部统领，我背后是龙帅，我要弄你！龙帅？
那条四条蛇，什么时候也敢称帅了？好一个义字！这就是那个在背后捅我一刀，害我家破人亡的义兄弟。这就是你的底牌。大哥，误会，是龙战让我来试探苏家的。他说苏韵手里有当年秦家留下的东西。滚回去告诉龙战，10年前那杯没喝完的庆功酒，我会亲自去南境找他讨回来。当年是他。当年北境七郎，他是老三，我最信任的智囊。我一直以为出卖我的是京都那帮老东西，没想到刀子是从背后递过来的。龙战这几年在南境一家独大，掌控了整个南方的地下势力和商业帝国，号称南境王。而且据说他也跨过了那道门槛，甚至可能接触到了那种力量。那种力量，鼓舞之上的力量。看来他也加入了永生殿。店主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既然他这么想见我，那我就如他所愿。天罡在，传令明殿，调集72地煞，封锁南境所有出海口，告诉北境狼骑不用隐藏行踪了。目标南境。既然他想玩，那我就陪他玩一把大的。是。你要去南境？不急，在去南境杀狗之前，还有个地方要先清理一下。王爷，金少爷回来了。哦，怎么样？东西拿到了吗？没有，不仅没拿到，金少爷还被废了。他说，那个人让他带句话给您。说，他说，让您把脖子洗干净。10年前那杯庆功酒，他来讨了。好得很，大哥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10年了，你知道我这10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我每晚做梦都会梦到你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，梦到你把唯一的干粮分给我。可是为什么你总是那么耀眼？只要你在，世人就只知明皇，不知我龙战，凭什么？既然你要来，这南域我早已为你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太慢了。既然你要来，这南域我早已为你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店主，查清楚了，龙战在省城紫金山修了一座镇龙塔。那玩意儿是用北境3000阵亡兄弟骨灰做的地基，他是以此来压我的命格。什么？用兄弟的骨灰做地基？他怎么敢？走，去省城。今天我要毁了这座塔。祭塔大典开始。自从建了这塔，咱们省城确实风调雨顺。什么人竟敢擅闯禁地？龙战，你该死！放肆！哪来的狂徒，敢直呼王爷名讳？把他拿下，剁碎了喂狗！哼，一群给叛徒看门的狗，也配拿刀？滚！横练大宗师，你是谁？我是嫩蝶。你们到底是谁？兄弟们，委屈你们了。哥来带你们回家。今日起，世间再无镇龙塔。天罡在。送兄弟们回北境英烈陵园，告诉他们，害死他们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是。回去告诉龙战，他的塔塌了，他的命也快了。你会后悔的。南境100万大军，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你。100万大军，我秦君临杀人从不看数量，只看心情。南境8大金刚之首，横江虎王大力。这货是个武痴，
天生神力。龙战派他来守门，看来是不想让我们过江啊。店主，这傻大个交给我。不用，赶时间。站住！王爷有令，北面来的不得过江，违者杀无赦。找死！定。这是什么妖术？听说你的力气很大，下去洗个澡吧。开火！快开火！太慢了。斩！恭祝王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王爷，大事不好！镇南大桥失守，王大令战死，数千守军全军覆没。谁干的？没看清，就一个人。好得很。秦君临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一见？如你所愿。王爷寿宴，他送棺材。完了，这下龙战的寿宴可真是热闹了。龙战，听说你过寿，做大哥的没带什么好东西，这口棺材送给你。秦君临，你居然真敢来！我不仅送棺材，我还给你带了下酒菜。怎么嫌少？别急，这只是开胃菜。我在来的路上，顺手把你麾下的8大金刚、36天罡，还有那什么狗屁72地闪全宰了。好得很，大哥，你还是这么爱给人惊喜。诸位莫慌，不过是个过气的北兵废帅，来虚张声势罢了。我龙府上有3000死士，8部天龙，更有本王坐镇。今日便拿他的血给大伙助兴。助兴？既然要助兴，这点下酒菜确实不够。那是8部天龙的指挥官，那是血手人屠，暗网前10的杀手组。店主，俺就说这车装不下，非得挤一挤。你看压坏了不少，品相都不好了。龙战，你的8部天龙我看就是8条虫，你的3000死士我看就是3000头猪，这就是你这10年引以为傲的资本，太弱了，弱的让我连拔刀的兴趣都没有。你放屁！给我杀！谁杀了他，赏金100亿，封万户侯。天罡，一群弱鸡，还没俺在厨房切菜费劲。现在没人打扰我们叙旧了。秦君临，你真以为我还是10年前那个只会跟在你屁股后面的跟班吗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永生殿赐予我的力量，神的力量。嗑药嗑出来的半部神经，龙战，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就是你所谓的神的力量，你也配称神？破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刀来！你知道为什么我是明皇，而你只能是个王吗？因为你的力量是借来的，是偷来的，是用兄弟们的血换来的，而我的力量是用来守护的。10年前那杯庆功酒，你下了散功散，你以为废了我的丹田就能废了我的人？可惜你不知道，有一种东西叫破而后立，这一脚是替北境被你卖掉的3000兄弟踩的。别急着叫，我们的账才刚刚开始算。天罡，在，把他架起来。不
我是南靖王，我是贵族，我不能跪这群泥腿子。泥腿子？没有这群泥腿子在那冰天雪地里替你挡子弹，你龙战早就是一堆冻肉了。没有他们用命给你铺路，你能坐稳这南靖王的位置？给我磕头！大哥，大哥，别杀我！求求你别杀我！大哥，你看看这个，10年前那一刀本来是砍向你脖子的，是我替你挡的呀！医生说再剩半厘分我就没命了。大哥，你就看在这条伤疤的份上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这演技，不去拿奥斯卡小金文，真是屈才了。那一战，如果不是情报泄露，我们根本不会陷入绝境。是有内鬼，但那跟我挡刀有什么关系？我救了你是事实啊！事实，那一刀确实很险，险到避开了所有的主动脉，避开了肋骨的支撑点，甚至避开了主要的神经区。当时我就觉得奇怪，敌军的王牌刺客怎么会砍出这么温柔的一刀，就像是外科医生做手术一样精准。后来我查了那个刺客的尸体，他是左撇子，如果是他砍的，伤口的走向应该是从右上到左下，而你这道伤疤，这里有50亿，是我孝敬北境兄弟们的抚恤金。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那是你自己砍的。为了洗脱出卖情报的嫌疑，为了获得我无条件的信任，你对自己真狠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我把你当成了生死兄弟，把后背交给了你。为了上位，居然做出这种事，这人心有多黑？太可怕了！不是的，你胡说，是你逼我的，都是你逼我的！凭什么你是天之骄子？凭什么所有光环都是你的？我只是想往上爬，我有什么错？想往上爬，没错，但你不该踩着兄弟们的尸骨爬。大哥，饶命！我知道永生殿的秘密，我知道他们总部的坐标。秘密，我自己会查。至于你的狗命，下去跟兄弟们解释吧。抬起头来。从今天起，我给南境立3条规矩：第一，凡涉及人口贩卖的涉事人员，立刻去自首或者等死；第二，所有属于北境将士抚恤金被贪污的款项10倍吐出来；第三，南境战部即日起解散重组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我等誓死效忠明皇，誓死效忠明皇，谨遵明皇号令。一群墙头草。天罡在，发明皇令，调幽冥殿入驻南境，把龙战的老窝给我抄了，尤其是他的书房和地下密室，哪怕是一张纸片也要给我找出来。龙战虽然废物，但他这几年能搞到那么多地穴要籍，肯定跟永生殿有极其紧密的联系。得令，明皇大人，我是南境盛世集团的董事长，这些年我是被龙战逼的呀。这里有50亿，是我孝敬北境兄弟们的抚恤金，求您高抬贵手。明皇大人，我愿捐出家族1半资产，我捐70%。钱？你们以为我在乎钱？天罡，传我令，在。南境商界即日起重新洗牌，凡是刚才跪在地上求饶的，资产全部没收，划入儿童基金。人可以滚，但要是敢带走1分钱，杀无赦。完了呀，剥夺全部资产，这比杀了我们还难受。这是抢劫！既然横竖是死，老子跟你拼了！跟明皇玩枪，你怕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还有谁想试试？一群垃圾！启禀殿主，龙府已被全面控制。我们在龙战的书房发现一道暗门，采用了特有的生物虹膜锁，无法暴力破除，否则会启动自毁程序。生物虹膜，天罡，带上这颗头。得嘞，这玩意儿竟然还是把钥匙。虹膜验证通过，欢迎回来，尊贵的 S 级试验员。传
船上装了炸药，只要我一松手，整个码头连同这些人质全都要上天！威胁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味道有点像北境那个据点，但更冲。下去看看。永生历10年3月，南靖王供获，体质特者30名，无者50名，换取地穴药剂残次品10支。永生历10年5月，实验失败，处理废料80具，用于建造镇龙桥地基。原来如此，镇龙塔下的冤魂不只是北境的兄弟，还有这南境无数被他掳来的无辜百姓。龙战！店主，你看这个。这上面显示，今晚12点会有一批特级货物会通过秘密水路运往这里，同时接走一批成品。好，既然抄家没抄出钱，那就抄点别的。天罡，通知幽冥殿封锁龙城码头，不管是人是鬼，今晚一个都别想走。是。怎么回事？龙战没派人来接应？不是，雷达显示周围没有埋伏，可能是龙战在过瘦，喝多了。哼，烂泥扶不上墙。要不是看他在南境有点势力，能给我们提供稳定的原材料，这种废物早该被清理了。靠岸卸货。轻点儿，这批都是稀有的灵根体质，弄坏了你们赔得起吗？谁？龙战死了，我是来替他收货的。死了？你是谁？敢在南应动龙战？不知道他是我们永生殿罩着的人吗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今晚走不了了。狂妄！杀了他！武道宗师，有点意思，看来是个不错的实验体。1号、2号，给我上！店主，这俩归我。娘的，皮真厚！那是钛合心颈骨骼，肱关节。好嘞！只有野兽的蛮力，没有武者的技巧。废物！你是黄极静，你别过来！船上装了炸药，只要我一松手，整个码头连同这些人质全都要上天！威胁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立刻给我准备1架直升机，否则大家一起死！本来想给你个痛快。这就是你的底牌？你不能杀我，我是京都王族的人。京都王族又是京都，既然你是京都来的，那就更好办了。废了他的4肢，我要知道这船货究竟是送给京都哪家的。这骨头也没多硬嘛。店主，这货招得太快了，我还没用力呢。京都叶家余孽需心脏3颗，用于延寿；皇府世家需至纯灵根女童1名，用途炼丹；战部茯苓饼李纲需强化药剂10支，打造司军。好，真好，特级供奉，送往京都禁地天牢9000岁。店主，这老太监还没死呢，咱们要是动他，那是真要捅破天了。天若遮掩，我便捅破这天。货到了吗？怎么不说话？把那个特殊的小女孩送过来，我要用她的心头血下酒。老阉人，你的酒怕是喝不成了。这接风的阵仗稍微有点寒酸啊，就派了几只畜生来。天罡，在。告诉龙主那个老头子，
南境的农兽，我替他挑了。至于那个9000岁，传明皇令，北境30万狼骑即刻起进入1级战备，调72地煞入京，封锁京都8大进出关口。是，这小子是真的疯啊！不过，疯得好，这烂透了的根，也只有这把最锋利的刀才能剔得干净。主子，南境全完了，龙战身死，博士被废，我们在南境经营了10年的网络被秦君临连根拔起了。龙战那废物死了就死了，我在意的是我的货，那个小女孩的血没拿到。没有，秦君临守得太紧，而且他现在的实力什么？实力入了神境是吗？这世上哪有什么神？不过是一群掌握了更高力量的蝼蚁罢了，让12生肖去陪他玩玩。记住，那个小女孩必须毫发无伤的带回来。至于秦君临，把他的皮剥下来，我要做一盏新的人皮灯笼。是。念念啊，爸爸马上就回来了，有没有想爸爸？爸爸骗人，你说去买菜，怎么买了3天？爸爸这不是去的地方比较远吗？那里的菜比较新鲜。哼，妈妈说你肯定又是去打架了。爸爸不许打架，受伤了念念会心疼的。爸爸没打架，爸爸是去讲道理了。有些坏叔叔不听话，爸教了教他们做人的道理。好吧，那你快点回来。讲道理，店主，咱们下一站去哪儿讲道理？既然老阉人派了人来接风，那我们不回云城了，改道去金门。金门那不是离京都只有1步之遥？咱们不去云城看嫂子了？苏运那边有死神小队看着，出不了事。韦忠贤以为我会回云城防守，或者直接杀进京都，但他错了。金门是大夏最大的漕运码头，也是那老东西最要的血库中转站。既然要统天，那就先断了他的粮道，顺便把这群想半路截杀的小鬼引到金门去。海边风大，正好把骨灰扬了。直属，情报有误，秦君临的专机没有飞回云城，而是降落在这里。这里？他是想自投罗网？这里可是9000岁的地盘，更是我们的主场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想走了。布阵！今晚就用明皇的血来祭奠9000岁的寿辰。这接风的阵仗稍微有点寒酸啊，就派了几只畜生来。找死！全雷打！手感不行，这玩意儿还没南境那几个嗑药的怪物硬。喂，上面那几只牢子是一个个下来送，还是一起下来送？狂妄！结地之杀阵，给我把他们剁成肉泥！哟，店主，这蜘蛛网织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你们太慢了。我和兄弟们镇守边关10年如一日，他们却想要我们孩子的命，我们的命！我不答应，我们不答应！恭迎元帅！恭迎元帅！这段时间，家里进了不少老鼠，有人把我的兵当炮灰，还有人甚至勾结外人，拿我们北境孩子的血去染红他们的顶戴花翎。把人带上来。元帅，元帅饶命啊！我也是被逼的，是京都叶家。我不听理由，我只看结果。
北境铁律第1条，背叛同胞者，何罪？今日，我便用这些蛀虫的血，洗一洗这风狼居的台阶。告诉京都那几条老狗，既然他们伸手伸到了我的地盘，我会亲自带着这把刀去京都，挨个敲门。我和兄弟们镇守边关10年如一日，他们却想要我们孩子的命，我们的命。我不答应，我们不答应，不答应。那么，点将开始。明殿10殿阎罗，听闻吾皇归来，特来拜见。第1殿泰山参见明皇。第2殿幽冥参见明皇。参见明皇。都起来吧。谢明皇。殿主，是哪个不长眼的在咱们地盘上动土？俺去把他脑袋拧下来当球踢。粗鲁，杀人是一门艺术。泰山，你总是搞得血肉模糊，有辱斯文。叙旧的话以后再说。今日点将，只为一件事。在京都，有些人要抓了我们的孩子，抽他们的血，做长生梦。你们答应吗？不答应。很好。泰山听令，在。率第1殿即刻封锁北境所有出入关口，许进不许出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幽冥听令，率第2殿清理北境全境，凡是和永生殿有瓜葛的，不管官职大小，杀无赦。是。判官听令，随我去京都。遵命。正好，我也想会会那些大人物们。至于铁血，你留守大本营。元帅，我也想去京都。北境是根，不能乱，看好家，等我回来。是，誓死守卫北境。破！你是神境？神境？5年前我就不是那个境界了。可惜你越强，9000岁就会越兴奋。他最喜欢的就是强者的身体。聒噪！店主，这12生肖都穷死了，也没爆出什么装备啊。装备没有，线索倒是有。金门漕运，马家。马家？您的意思是？去马家。既然开了杀戒，那就杀个通透。三爷，听说您今晚有好东西要压轴。那是自然，今晚的压轴品是一对招子，天生灵童，那可是9000岁点名夸过的极品。有了这对招子，在场的各位，谁家要是有些看不清的东西，一眼便知。起拍价3个亿。店主，这帮人穿的人模狗样，怎么胆子比鸡还少？你们是谁？马三爷，听说你在卖眼珠子，正好，我看你的这对招子也不错，我出个价，1块钱。年轻人，你有种！上一个敢瞪我的人还是我爸。天罡，给你1分钟。好嘞。
喂，光头，接下来是不是该你跳个舞助助兴了？曹云四鬼，传闻这4人从小被泡在药缸里长大。给我撕了他们！哟呵，终于来了几个耐揍的。退下。店主，我才刚热身呢。难道老大就不用热身了吗？到底是谁？这就是你的底牌，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爷，我错了，求您别杀我，我对9000岁还有用，您杀了我，东厂不会放过您的。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。快说，那老阉人所谓的粮在哪里？在地下室冰库，今晚要送去京都的货都在那儿。天罡，得令。这群畜生！看看你们干的好事！不怕不怕，叔叔带你回家。马奎，饶命啊！你知道地狱长什么样吗？店主，怎么处理他？把它拆成零件，分批送给魏忠贤。记得打包的精致一点，就说是明皇送给9000少的寿礼。店主，这几年光是这里运往京都的特殊血型儿童就超过了3000人。那个老烟子不仅仅是在换血续命，更像是在布置某种阵法。3000童男童女，以血为引，以魂为祭，他是想窃取国运，强开龙脉，逆天成神。这是要拉着整个大夏的国运为他陪葬。叔叔，你的身后有一条黑色的龙，还有一条金色的。这天生灵童果然有特殊之处。店主，他能看到。天罡，在。那个特产打包好了吗？打包好了，放心吧，店主。马奎那小子被我拆得很碎，保证9000岁拼一晚上都拼不全。那么，出发。魏忠贤，本帅来给你送寿礼来了，还不滚出来接礼？谁？千岁爷，门口有个人扛着一口棺材，说要给您送礼。送礼？好啊，咱家最喜欢收礼了，让他进来。9000岁是吧？听说你今天过大寿，特意给你送了份大礼。天罡，得嘞。好，这礼物够劲。但你知不知道，这千岁府的地砖下埋了多少像你这样的天才？我不知道这下面埋了多少人，我只知道，明年的今天，这里只会埋一个人，那就是你，魏忠贤。杀我？秦君临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大夏龙主吗？就算是龙主那小孩子，见了咱家也要喊一声亚父。聒噪！就这，秦君临，你确实很强，强的离谱。但是，你知道什么是绝望吗？吼！咱家吸食国运100年，早已与这大夏龙脉无为一体。你杀我，
便是断着大夏的根，届时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，这因果你背得起吗？天罡，带灵儿退后300米，除了这个老烟子，其他人杀无赦。得令。老东西，你是不是在那阴暗的角落里躲太久，脑子都坏掉了？什么是国？国是山河壮丽，是百姓安居；国是北境将士流淌的热血，是南疆边民脸上的笑容。那是杀神领域，不可能！你才多大年纪，给我杀了他！紫气东来，万人杀！是。一群不男不女的东西，也配在我面前舞刀弄枪？你到底到了什么境界？我是什么境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梦该醒了。老烟子，别装了，把你体内养的那些虫子都放出来吧，不然你会死得连渣都不剩。秦君临，大夏龙脉在此，你拿什么斗？老烟子，你就这点本事？这力量怎么可能？你到底藏了多少修为？你这老烟子，不也在隐藏修为吗？既然你想看，那咱家就成全你。100年修行，只为今日。这老东西长得也太随心所欲了吧！店主，这玩意儿辣眼睛，赶紧办了他！下去。没用的，我是不死的。你的依仗是龙脉，龙脉不断，你就不会死。既然这天被你遮住了，那我就换了这天，斩了这龙。斩龙？这京都龙脉汇聚1000年黄气，你这一刀敢劈下去，必遭天道反噬，9天雷劫会把你劈得神魂俱灭。你敢吗？你敢吗？魏忠贤，你搞错了一件事。此刀只斩运，不斩身。就你这老烟子，还想与我大夏共命运，简直痴心妄想！别杀我，我可以与你共享大夏江山。哼，你也配！你毁我江山，斩我气运。秦君临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天罡，收尸。店主，都成这样了，直接冲下水道算了。随你便。好一个斩龙，好一个秦君临！传令下去，即日起清查魏忠贤余党，所有与那老烟子有牵连的，不论品级，不论背景，一个不留。是。
过，这小子这一刀动静闹得太大了，那些睡在棺材里的老家伙们，怕是都要被惊醒了。是谁斩断了吾等的粮食？